你家阳台上的薄荷是不是蔫头耷脑，越养越稀疏？叶子小得可怜，香味也淡得快闻不见了。别急着放弃，种薄荷真没你想的那么难，记住下面几点，新手也能养出叶子肥厚、香味浓郁、摘都摘不完的薄荷森林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薄荷养护过程中，夏天养护最为困难，先来分享一份30天的养护计划。30天养护计划。想要让薄荷在夏季快速生长，下面的30天计划非常实用。第1到10天，调整光照和浇水频率，帮助薄荷适应新环境。第11到20天，进行第1次修剪，施保肥以促进侧枝生长。第21天到30天，继续修剪与施肥，观察薄荷的快速生长，逐渐填满花盆。30天的紧急救援计划固然重要，但平时的养护才是养好的长久之道。2. 浇水技巧。薄荷喜欢湿润的生长环境，但它的根系怕积水。在浇水时，要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。判断土壤是否干燥，可以用手指插入土壤2至3厘米，如果感觉土壤干燥，就需要浇水了。每次浇水要浇透，使水分充分渗透到土壤中，但不要让花盆底部积水。一般来说，在春季和秋季，气温适中，薄荷生长旺盛，每隔2至3天浇1次水。夏季气温高，水分蒸发快，每天早晚各浇1次水，并经常向植株周围喷雾，增加空气湿度，保持空气湿度在60%至70%之间，这样可以防止叶片因缺水而干枯。而夏季要想浇透水的话，建议使用浸盆法，很大程度避免烂根。而冬季气温低，薄荷生长缓慢，对水分的需求减少，每隔7至10天浇1次水即可。薄荷对水质有一定要求，尽量使用干净、无污染的水进行浇灌。如果使用自来水，最好先将自来水静置2至3天，让水中的氯气挥发掉，以免对薄荷的根系造成伤害。此外，水温要与室温相近，避免冷水刺激根系，影响薄荷的生长。3. 修剪促分枝。打顶是促进薄荷爆盆的重要措施之一。一般当植株长到8至10厘米高时，及时将顶部的嫩芽剪掉，去除顶端优势，促使侧枝萌发。侧枝越多，植株越繁茂，越容易达到爆盆的效果。打顶后，侧枝会在叶处生长出来，随着侧枝的生长，还可以对侧枝进行2次打顶，进一步增加分枝数量。薄荷开花会消耗大量养分，影响植株的整体生长和爆盆，因此在薄荷开花后要及时剪掉残花，避免养分的浪费。同时，对于一些老叶、黄叶和病叶也要及时剪掉，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养分消耗，还能改善植株的通风透光条件，减少病虫害的发生，有利于薄荷的健康生长和爆盆。4. 虫害处理。薄荷自带浓烈香气，虫子一般不爱惹它，但环境太差，比如不通风、太潮湿，也可能招来蚜虫、红蜘蛛之类的小讨厌。发现少量虫子，最简单就是用喷壶装清水，使劲喷叶子背面冲走。严重的话，家庭自制辣椒水、烟丝泡水喷，喷完过几小时，记得用清水再喷洗叶子，或者用点肥皂水洗洁精及吸溶液，务必冲洗干净，效果也不错。关键是保持环境通风透气，别太闷湿。5. 光照管理。薄荷是喜光植物，充足的光照能促进其光合作用，合成更多养分，从而使植株生长旺盛，为爆盆打下基础。将薄荷放置在每天能接受4至6小时直射光的地方为宜，比如朝南的阳台或窗台。但薄荷又不耐强光暴晒，在夏季高温时段，过强的光照会灼伤叶片，导致叶片发黄、干枯，影响生长。此时需对薄荷进行遮阴处理，可使用遮阳网，让其接受散射光，避免阳光直射。例如，在南方夏季，气温常常超过35摄氏度，若薄荷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，叶片很快就会出现灼伤症状，因此要及时遮阴。在冬季，阳光相对较弱，光照时间也较短，这可能无法满足薄荷生长对光照的需求。为了保证薄荷在冬季也能正常生长，可适当进行人工补光。可以使用植物补光灯，每天给薄荷补充4至6小时的光照，维持其光合作用的正常进行，
使薄荷在冬季也能保持一定的生长速度，为来年爆盆积累能量。6. 施肥要点。薄荷生长迅速，需要充足的养分来支持其生长和爆盆。在薄荷的生长季节，即春季和秋季，每隔1至2个月施一次稀薄的叶肥，如腐熟的丙肥水或复合肥溶液。施肥时要注意薄肥勤施，避免浓肥烧根。叶肥的浓度要控制在0.1%至0.2%之间，每次施肥量不宜过多，以少量多次为宜。例如，将腐熟的丙肥水稀释10至20倍后进行浇灌，既能满足薄荷对养分的需求，又不会因施肥过量而对植株造成伤害。在薄荷的生长过程中，不同阶段对养分的需求有所不同。在生长初期，可适当多施氮肥，促进茎叶的生长。在植株生长旺盛期，要均衡施肥，保证氮、磷、钾等元素的充足供应。在花期前，增施磷钾肥，如磷酸2氢钾溶液，每隔10至15天喷施一次叶面肥或灌根，能促进花芽分化，使花朵更加繁茂。不过，需要注意的是，薄荷主要以观叶为主，过多的磷钾肥可能会导致植株过早开花，影响叶片的生长，因此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施肥比例。7. 土壤选择。薄荷适宜生长在疏松、透气、排水良好且肥沃的土壤中，这样的土壤能为薄荷根系提供充足的氧气，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和养分吸收。可以用腐叶土、原土、珍珠岩按照3:2:1的比例混合配置培养土。腐叶土富含腐殖质，能为薄荷提供丰富的养分。原土保水保肥，有利于根系扎根。珍珠岩则可增强土壤的排水性能，防止积水。此外，还可以在土壤中添加适量的有机肥，如腐熟的鸡粪或牛粪，进一步提高土壤肥力，为薄荷爆盆创造良好的土壤条件。随着薄荷的生长，土壤中的养分逐渐被消耗，土壤结构也可能会变差。为了保证薄荷持续健康生长，每隔1-2年需要进行一次换土。换土时，小心地将薄荷从花盆中取出，尽量减少对根系的损伤。去除部分旧土，修剪掉过长、过密或腐烂的根系，然后将植株栽种到新的花盆中，填入新的培养土，并浇透水，放置在阴凉通风处养护一段时间，待植株恢复生长后再正常管理。8. 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案。如果遇到薄荷的叶子发黄，可能是光照不足或浇水过多，增加光照，控制浇水频率。如果遇到薄荷的叶子发黑，可能是病害或积水，及时修剪病叶，改善通风和排水。或者遇到薄荷长得又细又长，光照不足，赶紧搬到阳光充足的地方，适当修剪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薄荷养护的内容。喜欢家庭养花，请记得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